有缘人。有的人这一生总在吃苦、破财、失败、欠债、受骗，反反复复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业障太重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业障深重的人身上往往有3个明显的特征，如果不警觉、不改变，命运只能一错再错。我们怎么看自己业障的轻重呢？就是看对正法的摄受度。业障程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人。第一种是前世累积了很多福报功德，业障很轻的人，当他听到正法善知识时会全然接纳。比如当他听到因果轮回之类的正法，不只是相信，而是心里清楚，就是如此，不需要学习，这就是生而知之。第二种，业障较重的人，比如当他听到因果论之类的正法，会觉得好像有道理，但是需要大量的证据来证明，他才相信，这就是学而知之。第三种，业障非常重、福德不够的人，当他听到正法，会嗤之以鼻，认为是笑话、疯话。一般只有犯了错、吃了苦、受了罚，才想起过去善知识的提醒，这就是过而知之。所以经常吃苦受难的人，就是业障很重，比如负债、生意赔钱、破财、遇到逆缘。业障的业就是我执私心，业障的障就是障碍。那么我执私心障碍了什么呢？障碍了我们的智慧。没了智慧，就会让人判断失误。比如炒股的人本来知足常乐的话，手里的钱完全足够花，但是贪念一起，想赚笔快钱，一劳永逸，彻底躺平，这个私心一起就让他跳进了割韭菜的火坑里。而有智慧的人都是心怀大家的人，就算股市能赚钱，但是一想到自己赚了，就一定有人赔钱，都是恶财，吃着人血馒头来的钱是绝对不会参与的。这种公心保护他参与不到这种被人割韭菜的行业里去。因果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不希望被人割韭菜，就不要割别人的韭菜。业障轻的人会时刻警惕习性是否障碍了自己的智慧，反之，业障重的人却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贪嗔痴。如果前世通过语言、思想、形象的伪装欺骗他人，造成他人的愚痴，这一世自己就容易变得愚痴，就容易自欺欺人。这类人即使你告诉他业障解析，他也会说我已经修得很好了，前世的毛病都没了。其实我们能沦落到这个污浊恶世，一定是都残留很多贪嗔痴的。很多明白人也都清楚，业障重的人很容易自欺欺人，即使有人在提醒他们要改掉习性，他们也不愿意承认。人一不认错就很麻烦，就没法改。这时候就是习性大于了觉知，不改习性，命就会继续轮回，或者说下堕，那就很容易继续在各种业障里吃苦受罪。凡是能意识到
自己有这些问题的，马上就要意识到，我不想再做这样自私的人了，我要变个人，我要改，说明他们的福报都很大，因为他们的觉性大于了习性，就有力量化解业力。葛西班大师是古代噶当派的大成就者，他的成就以前和我们一样是一介凡夫，心里会产生各种自私的念头，但是不同的是，他会时时刻刻警醒自己的内心。葛西班曾经在一个山洞里长期闭关，有人告诉他明天会有施主来拜见，他很高兴，于是开始打扫房间。当他把各种佛龛工具擦得一尘不染之后，他突然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马上察觉到自己打扫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供养佛陀，而是出于私心，想取悦施主，以求得更多的供养。于是他抓起一大把尘土，又撒在刚擦干净的佛龛上。后来其他成就者听说了这件事，赞叹道，那一把尘土是藏地有史以来最好的供养。其实这把尘土正如智慧，扫除了他的私心业障。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业力是一种宇宙间的奖惩机制，你做好事会被记上一笔善业，你做了坏事会被记上恶业。首先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念的话，你在生活中一旦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或者是挫折，这个信念就很容易让你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，它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的。其次，如果宇宙间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奖惩机制，也就意味着造物主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他是用二元对立的观念去看待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在经典里告诉过我们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也就是说，宇宙它看待万事万物都是中立的。所谓的奖惩机制，只是我们人类二元思维下的一种一厢情愿。从更高的维度来看，任何事情它都只是一种存在。宇宙是不会判断事情好坏对象的能量，这个过程在高维是即刻发生的，也就是一念即达。但是在三维的物质世界，它的显化是需要过程和时间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，你经常给小区里的流浪猫喂好吃的。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给出的就是一种充满爱和友善的能量，那宇宙会接收到这个能量，它就会反馈给你同样充满爱和友善的事情，让你去体验。比如说，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会有人来帮助你，有很多人理解你，支持你等等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内心扭曲，以虐待小动物为乐的人，当他在对小动物施加暴行的时候，他给出的就是一种伤害和痛苦的能量。他的内心有这样的能量，那么宇宙就会给他匹配同等能量的事情，让他去体验。简单来说，当我们向这个世界给出任何一种能量的时候，这个能量就会即刻被宇宙所接收到，并且它会产生一种作用力回流到我们身上。但是在三维的物质世界，
这个作用力什么时候会回流到我们身上是不确定的，它要看很多的因缘和条件。只要这些因缘和条件成熟了，这个作用力就一定会回流和显现。就像你在土地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雨水，这个种子就一定会发芽一样。那么了解这些，我们就不用恐惧业力本身，要知道它就是中性的，宇宙是没有任何的偏好的，一切的选择权还在于我们自身。如果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世界正向的反馈，就要向这个世界给出正向的能量，不断地去种善因，让善的种子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够开花结果。如果我们曾经给了别人伤害的能量，也不要因此过于自责和难过，而是要选择用爱和包容去化解。因为爱和包容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正向能量，它能够逐渐消融掉我们曾经伤害别人所带来的那种作用力。这也是在催眠当中很多个案的高我都会给出的答案。他们会说，不管你和任何人之间有过怎样的羁绊和纠缠，只要选择用爱和理解去面对，去包容，就能化解所有的伤害。灵魂也会在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业力和过程中，不断地去体验和学习，从而能够得到进步和提升，让灵魂能够变得更加的纯净和自由。其实每个人在灵魂进化的过程当中，都在有意无意地清理着自己的业力，结束某种能量的循环。今年随着宇宙新能量更多地进入地球，也会加剧这个过程的发生。接下来就来聊聊5个常见的在生活中业力被清理的迹象。首先，第一个迹象就是你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情绪，比如说你听到某段话，听到某首歌，或者看到某个特定的画面，就会莫名的流眼泪。这种没来由的情绪通常都来自于你潜意识的深处，那里埋藏着你前世记忆的某些创伤和卡点，它们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被触发了。在那些时刻，你跟曾经的自己建立了某种联系，你感受到了他的情绪。在催眠当中有句话叫做看见即疗愈，当你看到这个情绪，感受到它，你就正在疗愈曾经的创伤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清理了过去的业力。第二个迹象就是你会开始主动反思，并且做出新的选择。业力的本质在某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循环，就是你会一次次地面对相同的课题，直到你真的学会。比如说，有些人总是会遇到同样类型的感情，不断遇到冷漠的伴侣或者控制性的关系。以前你可能会怨天尤人，为什么会总是这样？但是有一天你突然醒悟了，你开始决定主动打破这种模式。这个就是业力清理的一个重要的体现。你意识到了问题，并且主动地去改变它。曾经有一个个案，他当时就处于一段非常痛苦的关系当中，对方是一个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，一点小事就能让他发火。他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一味的忍耐，直到他开始学习一些灵性方面的知识，
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有选择改变的权利的。很快他就快刀斩乱麻结束了这段关系。在离开那个错的人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这其实就是他在清理一段业力关系，去完成他的课题。第3个迹象，你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排毒反应，甚至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。在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的认知和信念都会发生非常深刻的改变。你的身体它是需要适应这种改变的，它会把过去的旧能量释放出去，并且重新整合身体的能量循环。由于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性，这种深层次的能量调整过程在每个人身上，它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身体反应，比如说嗜睡、头晕，或者是有一些皮肤上的问题。有些人在做完催眠之后也会有这样的排毒反应，它其实是业力清理在你身体上的一种表现，说明你正在告别过去的信念和思维模式，迈入新的现实当中。第4种迹象，你会经历人际关系上的大洗牌。曾经那些你非常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家人，会突然的跟你疏远，甚至会发生一些冲突。这些其实就是业力关系结束的一种表现。当你的能量发生变化，那些帮助了你完成了你灵魂课题的关系就会自动的结束。与此同时，新的更高频的关系也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每一段关系的结束，它其实都不是偶然的，它是灵魂层面的一种能量的调整。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勉强维持任何一段不适合你的关系，因为在这些关系上的业力已经被清理完毕了，你的能量正在升级。第5个迹象就是你发现自己开始对物质世界的执念减少，转而追求内在的意义。比如说，你以前很重视名牌、名车、名表，但是现在你突然发现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你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我是谁？我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其实是灵魂觉醒的一种体现，也是你正在清理低频业力的一种信号。所以如果你开始对内在成长感兴趣，甚至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则已经不再那么吸引你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灵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以上的这些变化，请不要害怕，说明你正在摆脱旧有的业力束缚，变得更轻盈、更自由、更接近真正的自己。所以你要拥抱这个变化的过程，相信自己正在走向更高的意识维度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心转夜消。愿你从执念中醒来，在清净智慧中破除业障，走向自在光明的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